比特币快速涨到46000块，接下来还有没有机会继续上涨呢？大家好，我是老刘。如果各位今天是第一次关注我影片的话，记得影片开启了，帮我点赞、订阅加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目前我这比特币在37000块是手握一张多单的，目前还在坚定持有当中。接下来会不会继续上涨呢？如果各位对这个问题感到有兴趣的话，请随我看下去。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4小时级别的盘面哦。那我们其实在前几天有讲过嘛，比特币呢，目前是已经走入一个收敛的尾端的哈，在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吧，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说进入这个收敛的尾端的，那很有可能就在这边进行一个压缩到极致的时候呢，就会开启下一波的上涨。那现在是不是意味着已经走入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段了呢？还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在这边寻找一些切入的点？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比特币4小时级别的盘面吧。那我们一直有强调嘛，其实一个上涨段呢，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段，一定是需要接着一个4小时级别的收敛。那当4小时级别收敛的量能已经收敛到极致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预示着盘面即将出现方向的一个时机点。那这也是为什么我昨天在说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它有出现一个潜在看跌信号。如果这个这个看跌信号从15分钟级别如果会延续到4小时级别的话，那很有可能这个盘面呢就会往下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要去关注有没有可能出现这个潜在的风险。但是呢，如果我们放大这个4小时级别来看的话，其实这个位置呢，它是有走出一个收敛调整的。你看这边上边界踩2次嘛，那这边其实可以算是第3次，算是第2次下边界踩了。但我们不算的话呢，变成第2次踩这里，第3次、第4次，然后呢随之而来就突破了。那现在目前来看这个突破呢，我个人认为是有效的。毕竟呢，我们得从它的量能上来进行观察。你看这个4小时级别呢是属于有量能的包括说它这一段量能走势呢，其实也比我们之前的这个收敛尾端的这几段走势都来得更强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段4小时级别上涨是健康的，但是量能跟上了，问题是能不能延续呢？好。目前其实从现在盘面走势来看的话，可以很确定的事情是，这一段上涨目前还是属于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但是我们讲过当盘面4小时级别走入收敛极致的时候呢，下一段开启的上涨是属于日线级别上涨的。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呢，现在第一段4小时级别的上涨开启之后，我们就可以观察有没有机会出现小级别的调整之后，再出现第二段4小时级别上涨，从而形成这一整段的日线级别上涨。那什么意思呢？就有点像是我们前面这一段上涨这样子吧。当初呢是这边突破嘛，这边收敛极致突破之后呢，开启了第一段4小时级别调整上涨，然后15分钟级别调整之后呢，第二段4小时级别上涨，然后15分钟级别调整之后，第3段4小时级别上涨。那什么时候适合追入呢？也就是在这个15分钟级别调整段走出来的时候，15分钟级别调整段走出来的时候，去进行一个追入的动作。好，那什么时候会出现呢？我们来看一下。先从这个比特币的这个走势来看吧。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如果各位长期关注我们影片的话，大约在上一周左右吧，我们有强调过46000块呢，它也是有个压制的那它是属于一个4小时级别的压制。如果呢我们要看日线级别上涨的目标价的话呢，大约在48000块左右，当然是有一个价差了，各位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就好48000块是属于日线级别的压制，然而46000块是属于4小时级别的压制。目前呢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短暂的压制之后走入一个调整，再进行突破呢？我们现在要去观察一个事情，我们之前一直讲过嘛，其实如果呢要开启上涨段的话，这个收敛调整结构，我们用一个粗略的估算方法的话，向上拓展一个箱体的话，其实也到48200块左右，那也很符合我们日线级别的这个上涨调整的这个上涨这个目标价嘛。所以可以确定的事情是，我的下一个目标价就是48000块。同时呢，我在这个37000块左右进场做多这个比特币多单，也会考虑在48000块进行我的这个第2次减仓动作。那我大概在4万多块左右进行第一批减仓嘛，那第2批减仓呢会在48000块左右去进行的。好，现在你已经知道我目标嘛，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关注一下这个更小级别来看一下啦。那我说过，这一段是4小时级别上涨，其实4小时级别上涨要开启，要从而推进形成日线级别上涨，它只有两种前提只有2种前提才能出现。第一个前提呢，就是这边呢走入一个15分钟级别的调整。好，走入15分钟级别的调整。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走入1小时级别的调整。那有人说，那为什么只能15分钟级别、1小时级别？它不能出现4小时级别调整吗？不行哦，因为如果它出现4小时级别调整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个幅度，或者说它一定会有一个深度。那当它4小时级别上涨，就直接出现4小时级别调整的时候呢，就意味着当前盘面呢，它不是属于一个它没有办法去推动一个日线级别上涨。什么意思？4小时级别上涨，那走4小时级别调整的话，
那当然了，下一段上涨会很有力度，没有错。但是呢，因为这边调整时间长了，所以代表说当前的盘面是没有延续上涨的欲望的哦，没有延续上涨这个意思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去做多的话，就会有非常危险。因此，简单来说，能够进场做多就只有这样一种情况：1小时级别上涨跟1小时级别调整跟15分钟级别调整。好，那我们先来找一下这个15分钟级别、1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的个别支撑吧。我们先从1小时级别讲起好了。那1小时级别支撑，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前面这一个前高跟这个前高所组成的这个支撑范围哦。那价格大约是在44800块到44200块左右。那这个位置呢，其实在这个曾经突破之后啊，第二根 K 线有下来插一下这个位置嘛，刚好也有插到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就是属于一个1小时级别调整的这个范围哦。也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如果要延续上涨的话，最深你就只能跌到这个位置。一旦跌破这个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进入4小时级别回调。那这时候呢，很有可能我就不会认为说盘面还有一个延续上涨的机会。好，那4小时级别的支撑呢，其实就在这个下降趋势线呢，这个收敛调整的这个下降趋势线嘛。那价格呢，可能大约在43600块左右吧。那这是我个人认为，不可以回到的点。好，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左右。那接下来呢，就可以去观察说，4万这个位置，44000块这个位置，好，踩一下之后能上涨，好是最好的。当然呢，这是比较深度的情况。那接下来呢，第二种情况就是15分钟级别的调整。15分钟级别调整就更容易理解一点了，就是这个位置呢，它有可能会走出一个比方说走出一个三角收敛调整，好这样子吧。可能是这样子啊，也可能是踩了一点之后，再走一个中间调整啊。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寻找突破之后，找一个15分钟级别进场。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激进的进场方式，也是属于一个我个人觉得要开启日线级别上涨的话，它比较强势或者说比较健康来讲的话，它就只能走15分钟级别调整。那很多人就问我说，老刘今天到底适不适合可以去追多啊？还是说有没有可能到46000块就只是一个假消息骗炮啊？其实很容易辨别。你只需要关注接下来的这个15分钟级别调整的方向是往哪里走。比方说，如果它真的是直接突破的话，那代表说当前呢是有机会开启下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了。但是如果它跌破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成它可能不是属于15分钟级别调整，因为这段走势呢是属于上涨的最后一段了。所以很有可能就会走得比较弱势一点点。那如果它是走1小时级别调整的话呢，好，你最多就只能接受到44000块，44800到44200这个范围之内。只要这个范围不跌破的话，它还是有机会开启这个下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段，然后从而形成一整段的日线级别上涨。好，所以呢，操作机会有两个，但是风险情境有一个，我们个别最后来讲一下。那操作情境呢有两个，第一个15分钟级别你突破，我们去追入。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跌破的时候来踩这个1小时级别，踩的话可以关注有没有形成这个站稳，所谓的站稳的这个迹象哈。有的话去进场做多，然后我们就照样吃到48000块。所以基本上这一段行情呢，我的目标价都会是48000块，包括说我在37000块左右进场做多，那目标价也会来到这个48000块左右哈。好，这是我个人的观点。那最后唯一一个风险情境就是跌破44200来到这个4小时级别支撑，那这时候呢是不能够进场的，OK 吗？好，那这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个问题说，这个如果你去看这个比特币的 CME 缺口的话，你会切到这个4小时级别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到，我们周六周日嘛，然后周日周一刚好也是放假嘛，所以美股不开盘了，这边呢是有形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很大的缺口，在43900到42600之间呢有很大的缺口。那这个缺口有没有可能进行回补这个动作呢？我个人是觉得不太可以回补，不太能够回补。毕竟你看啊，这个价格44000到42000的，42000，我们抓42700好了，44000到42700的位置的话，大约是在这里吧，44000，等一下，我把它标记起来哈，44000到42700，其实就等于回到这个4小时级别的这个收敛调整这个范围里面了。所以回到这个位置的话，代表说当前是属于一个比较危险的，也有可能就会是像我们之前说的，46000块有没有可能出现这个假突破，从而进行一个更深的回落？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个 CME 缺口是不能进行填补的，因为进行填补的话，对于现在刚开启的这个上涨段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这个也是值得注意的事情哦。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的爆长图。那为什么我觉得最多只能进行15分钟级别的调整呢？这得从这个比特币爆长图3日线来看哦。其实3日线呢，目前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密集的地方是在43200块左右，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关注
关注的这个之前这边有一个1小时级别的水平压力位，能不能形成这个最后的压制之后，好，等我一下，形成最后的压制之后，开启一波下跌。那目前来看呢，这边的等一下，这边的这个多头呢是已经被爆掉了哈，然后下方呢是有累积很多这个多头的筹码的。好，所以呢，现在这边空单被爆掉嘛，然后直接往上拉嘛，可以看到的事情是从3日线级别来看的话呢，现在累积的这个多空爆仓分别是在46300到大约吧45000块左右。那这个价格波动的区间呢，大约也就是15分钟级别的调整段了。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呢，当它进行15分钟级别的单子都曝光了之后呢，就可以再开启这个下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好，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它要开启健康强势上涨的这个调整，最多一般上会推荐是15分钟级别调整原因，包括说你从24小时级别的这个爆仓图来看的话呢，其实也就坐落在这个价格区间嘛，44900到这个46300左右，也就是一个15分钟级别的波动区间了。好，那这是我个人观点哦。那如果各位想要去学习怎么做交易的话，欢迎各位加入我的 Discord 社区。那 Discord 社区呢就在我的影片连接下方，那有兴趣的话可以欢迎加入啦。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先到这边了，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